了什么差错，我们就废掉他。罗尔，还是交给我。秃鹰撑不了多久的。那班达怎么办？做掉他。好的，老板。喂，兄弟，有烟吗？我没带。哎呀，暴露了，开始行动！志豪，进来。老板，外面怎么了？我们被袭击了，有多少人？不确定，老板。你带点人，快点把班达给杀了。是的，老板，快去！
维和部队的，别害怕，我们走。抓住他们！ 把枪放下。你要再动的话，我就开枪了。 老聂，我这边已经控制了巴沙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们已经找到班达了，但敌人太多，需要点时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先把巴沙送出去，一会儿就过来支援你，等着我。收到，收到。走，快！准备撤退。收到。 在车上扣着呢。注意警戒，突围！是。
叶枫，你不能起来。哎，你快躺下，你有轻微脑震荡。没事，我可以。我给你喝点水吧。来。我自己来，我可以。哎呦，堂堂聂大队长还害羞呢。军人嘛，要自强自立。要不是童医生特意嘱咐我才懒得管你呢。你呀，好好谢谢童医生吧。童医生？他在哪儿啊？哎，总统先生，您现在不能进去，手术刚刚结束。我女儿怎么样？打入右肺上叶的子弹已经成功取出来了。就是马努特那个混蛋，是他把我女儿害成这样的。你们几个现在马上用专车把班达送回总统府去。是，总统先生。哎，聂队，你现在还不能起来呢。聂队，总统先生，可是班达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。如果送回总统府，没有专业的医疗设备，很难长期维持班达的生命。什么？你在指责我不管班达的死活吗？如果您强行带走班达，就是在拿班达的生命开玩笑。总统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总统先生，童医生只是针对班达的伤情向您建议，尽一个医生对病人的职责。您这样用枪指着他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如果您执意要带走班达，您是班达的父亲，是谁都无法阻拦。但是您对一个正在试图帮助你们的医生舞刀弄枪的，我觉得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是你救了班达，是我。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人，没能把您的女儿平安地带回来，我很自责，请您原谅。好，你们两个手术后带班达小姐回去。是，总统先生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怎么样？没事。坐下。你想说什么？总统先生，我必须要问您，为什么在医院的时候您要对那个中国军人手软？他刚才对您非常无礼，他们是在我们的国家，他的这种态度应该受到严惩。阿明先生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们应该理智一些。首先，那些中国人，他们来这里是来帮助我们的，更何况他们救了我的女儿班达。第二，那名恐怖分子被中国维和部队的军人给抓住了，我必须要尽快的见到那个人，查出幕后的真凶。无论是谁，我都要把他碎尸万段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要依靠联赛团。总统先生，我觉得您没有清楚现在的情况。这件事情明显就是马努特所为，除了他，谁还敢这么做？竟然敢伤害班达！但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马努特？总统先生，马努特就是认准了巴士爆炸是我们做的，他现在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所以才会用绑架班达的方式来报复你。我们需要证据来证明，马努特跟我的争斗是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的。我很了解马努特，他绝不可能报复班达，就跟我不会报复纳达尔一样。总统先生，我能说一些我的想法吗？但说无妨。现在，难民营里肯定有伪装成难民的马努特的卧底，这些难民还拿着枪出来伤害我们，他们打输了再回到难民营里面躲起来。
这显然是潜在的危险，他们会慢慢的毁掉塞利亚，到时候我们会后悔的，先生。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些和班达被绑架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动用一切力量，来彻底的铲除马努特及其党羽。我们搜查难民营，如果发现问题，我们就解决掉；即使没有发现问题，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打压一下中国维和步兵营的气焰。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过去，我们要追查到底，借这件事情重新整顿塞利亚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会为班达报仇的，先生。如果跟马努特无关，也不是反政府军的。如果马努特不是凶手，那我们就更要查出背后的黑手是谁。如果这只黑手确实真的存在，那他们对总统阁下就是更大的威胁。好，那就尽快去办。我想让你去跟丹城的守卫打好招呼，把一切都准备就绪。今晚6点准备行动。将军，南部和西部数十个武装，还有叛军部队。如果我们让所有部队都在城内集结，恐怕他们会有动作。不用管那么多，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同叛军决一死战。城里打完了，城外的所有问题，甚至整个塞利亚的问题都不复存在了。我明白，您放心吧，我让南部部队把坦克也调过来。我想要我们的人包围难民营，今晚就把所有卧底在里面的反政府军以及那些恐怖分子一网打尽。欧阳女士，高院长，就等你们了。我们就不便参与了吧？把人送过来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再说审讯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中国维和步兵营的职责范围。不，高院长，我们的工作职能分工不同，你们是守卫丹城的重要力量，我真心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支持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不推辞了。可以开始了吧？住手！我有一些话要问你，请你如实回答。如果你有隐瞒的话，我们将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就你这种狗腿子，也配做检察官？想回审狱？我在执行我的任务，你在这儿是撑不过1周的。等我1周后从这里出去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你，混蛋！想让我揍你吗？好了，我来吧。没人指控你，对吧？那我来指控你。欧阳女士，谢谢你的帮助，下面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我是塞利亚的总统，我想单独跟你审问的这个人好好的聊一聊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，我就是想问他一些问题，也就10分钟的时间。
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。希望一切不要到失控的地步。王女士，我觉得咱们现在真的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最坏的打算？现在这个事件已经完全突破罗尔的底线了。我们现在最担心的，就是这个事情真的和马努特有关啊。可是马努特已经离开丹城了。没错，马努特是走了，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反政府军，根据情报，现在联合国1号、2号难民营里，至少有16名反政府军的将领。他们现在虽说身在难民营，但是塞利亚的反政府军基本都由这些人指挥，这些罗尔一清二楚。罗尔现在之所以没有撕破脸，一个是他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第二，他也碍于联合国的面子。对。在我看来，罗尔是塞利亚总统，他应该清楚失去联赛团的支持意味着什么。王女士，以目前来看，就怕他再无所顾忌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你就是塞利亚的罪恶总统。你知道班达就是塞利亚的天使吗？我知道塞利亚需要的是什么。塞利亚只有推翻你所统治的政府，才能带来和平。你就不要拿死亡来威胁我。死并不是最可怕的，重要的是生不如死。我会让你见识到我的手段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你能对我做什么？我是塞利亚的总统，你会知道我的厉害。你再快说，快说呀！说话呀！是谁指使你的？说话！快点说！罗尔总统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。欧阳女士，请记住，这里是塞利亚。哼。确实很危险。啊，来了。哎，总统先生，总统先生，能不能请您回答一下？总统先生，总统先生，说两句吧。总统先生，您找到真凶了吗？说一下吧，总统先生。总统先生现在不方便回答任何问题，请你们离开。总统先生，您能否说一下班达小姐现在怎么样了？全社会都很关心她的安危。班达不仅仅是我的女儿，也是整个塞利亚人民的女儿。我想向关心她的人表示感谢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即便塞利亚是地狱，他也会努力将塞利亚变成人间天堂的。总统先生，关于马努特那个混蛋，他绑架班达，折磨班达。班达帮助塞利亚人民团结在一起，和睦相处，但他失败了，因为他太善良了。这个天使低估了敌人的凶恶，但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失败，不会再相信任何人，
我要奋起反击，打击罪恶。不管马努特躲在哪儿，我都会让他血债血偿。总统先生，能不能再问一下？说点好吗？总统先生，总统先生，除非我们能证明马努特跟班达的绑架事件没有关系，否则塞利亚将永无宁日。那咱们得早做准备啊！这塞利亚又不太平了。现在我们在西北地区安插了一部分的军队，很多区域都有加强了警戒，比如像3、4、5这样的区域。在这样的区域，如果反政府军进攻我们，他们将遭受失败，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。很好，很不错。哎，聂风。啊？怎么了，童医生？哦，谢谢。嗨，没别的事儿啊。至于吗？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再说了，班达是鲁尔的女儿，他要把她带走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但他是我的病人，我必须对他的生命负责。更何况他现在情况确实挺危险的。你呀，也别多想了啊。手术不是很成功吗？哎，我刚才还在想呢，胆子怎么那么大呢？枪口对着你都不害怕呀？其实我当时挺害怕的，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啊，我不能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啊。行，硬气。是，没人要求你说谁枪口指着你的时候就不能发抖，但是你是拿手术刀的，只要做手术的时候别发抖就行了。行了，你现在身体那么虚弱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，养一养就好了。哎，你也注意身体啊。天一黑，你就关门，立刻去大使馆。我已经给你联系了大使馆的徐大使，让他帮忙安排。今明2天，你就先住在大使馆里。那你去哪儿？你就别管我去哪儿了，我让你过去住。你要不走的话，我也不走。你能别废话吗？政府军大兵压境，分分钟就能把丹城夷成平地，你在这逞什么好汉？我逞什么好汉？那，你要是不走，你在这不也一样危险吗？我跟你能一样吗？我是谁？我是联赛团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我负责整个联赛团，负责整个塞利亚，我能走吗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打起仗来了，炮弹和子弹根本就不长眼睛。那你反正是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，要不然我也不走。你爱去不去，爱死不死。你干嘛去？来了，不去了。你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讨论一下，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。总统先生，请讲。政府军已经在丹城的东南北3个方向完成了集结，我们要搜查1、2号难民营，叛乱分子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总统先生，作为联合国驻塞利亚特派团最高行政长官，我绝不允许这种暴情的发生。冷静，欧阳女士，请冷静。你知道班达经历了什么吗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那帮恐怖分子认清他们自己的罪行。
班达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，但是他可能永远无法醒来。你不觉得马努特的行为更加残暴吗？马努特跟我有着很多年的交往，我非常了解他，他不会对他女儿的遭遇善罢甘休的，这一点我敢说非常肯定。总统先生，恕我直言，如果没有联赛团的命令，谁都无权搜查难民营。我是塞利亚的总统，不管我做什么决定，不管我打算实施什么样的计划和命令，你作为中国维和部队的人，无权指责我。我要行使我总统的权利。这里是塞利亚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，明白吗？总统先生，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，但这里是我的国家，我是这儿的总统。哼。高院长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欧阳女士，现在这个事态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。好，我立刻给徐大使打电话，让他通过外交途径跟鲁尔沟通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让你们做无谓牺牲。欧阳女士，不用担心我们是中国军人。就算再大的困难，我们都会勇敢地面对。对，欧阳女士，您就放心吧。我知道我的头顶上戴着蓝盔，在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。我们是为和平而来。听你们这么说，我安心了很多。祖国越来越强大，作为中国人，我很骄傲。搜遍了整个恐怖分子的营地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牧羊，缴获回来的电子设备有什么收获吗？情况很不乐观，3台电脑里的内容已经全部被提前删除，而且完全没有恢复的可能性。如果电子设备没有可利用的资料，那得到其他物证的可能性就更小了，因为大多数东西都已经被焚毁了。这个标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老鳖。这是国际上药品的通用标志，表示服药时禁止饮酒。你是说这些碎片是进口药品说明书留下的碎片？不过你们觉得，巴沙和他的手下买得起这种药吗？那就是说，这些碎片可能是一个盗狗营地，而且权力极高的人留下的。哪怕他不是巴沙的直接上级，也很有可能是跟班达绑架事件有关的重要人物。老宋，这个人一定跟巴沙关系紧密，而且他深知别人察觉不到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查到这个药品的信息，调查所有的药房和医生，查出这个购买人的个人信息。不是队长，你看啊，首先我们用排除法，它肯定不是一封情书，这是证物。你说他烧成这样了，还怎么拼呢？你让我做饭行，拼这个我真来不了。老毕，都这种时候了，咱就别开玩笑了。
要拼这个肯定是要找一个专业人士才能把它拼出来。谁呀？我来想办法。还不是指导员队长说的谁呀？这样形状的我这边刚好缺一块。不对啊，你这创造力是满分，但是眼神差点儿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才把这主要成分这几个字拼出来。而且光凭这几个字，我完全不能判断它到底是什么药啊！再这样下去，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。我知道了，我们不一定非要知道药品的名字，只要知道它的主要成分，我一样能判断它是什么药。哎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像拼拼图一样拼它，主要就是找那些相关的主要成分啊，对，主要成分，把这个找出来。对。哎，这个单词很奇怪，刚才我们没看见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看，诺夫赛克。哦，不对，氨氯地平。哦。打电话给高营长，就说我们现在需要找一种叫做诺夫赛克的美国进口降压药。好，你太厉害了，我们整个特战队拼半天也没拼出一个字母，我现在就打。魏营长，我现在找到了巴沙上线的重要证据。聂风。不错啊，干得漂亮！这样，我会请求联赛团协助调查的。哎，好，谢谢高营长，这是大家的努力。徐大师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聂风，那先这样啊，你先回来，有情况我再通知你啊。好，那先这样。是。徐大使，有个紧急情况，我必须亲自过来跟你当面说。什么紧急情况？还需要您亲自跑一趟？根据可靠消息，罗尔正在集结部队，有迹象表明他很有可能强攻难民营。强攻难民营？消息准确吗？消息来源可靠。如果他一旦动手，你们将会非常危险。我已经跟欧阳丹尼通过电话，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此事。徐大使，来的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那些难民。中国维和步兵营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屏障。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中国大使馆和你们在一起。感谢您，大使。这个情况下，你也多注意安全。多谢。
这都是穿着装备、背着枪的，放水还看不出来啊？对，尤其是我们守门员放的特别水，特别水。所以你这是哄孩子了？你怎么回事，子怡？老宋，你不管一管啊？怎么又扯到我了？哎，真的是。就是指导员帮也是帮我呀。害羞了。行了，烈风，紧急集合，紧急集合。收到。小斌、志勇，集合回营。走，孩子们，再见了。营长，烈风，哎，徐大使亲自发来消息，政府军正在部署兵力，有可能即将强攻难民营。鲁尔没有拿到证据，他就会把班达的案子栽到马努特的头上。诺夫赛克现在有什么线索吗？联赛团总部已经调查了丹城近期所有购买过诺夫赛克的人，查到了一个比较可疑的，但是这个人的银行卡开户行竟然是瑞士银行。如果要是没有提出证据，那就无法查到开户行的个人信息。要是提出了证据，很有可能打草惊蛇。已经有结果了，这个人使用了假名，叫做安士顿。奥永丹尼希望以查税为由，要求瑞士银行公开这个人的资金来往账务，希望通过这一点查到这个人的真面目。那还需要等多久？这个是我最担心的。整个流程十分复杂，至少需要2到3天的时间。2到3天，鲁尔总统早把这帮叛军给一网打尽了。对。队长没有允许的话，我们不能让你进入。我有紧急情况，来不及向上级上报了，一切责任由我承担。队长，快去向领导报告。看什么看？如果要换成安士顿在这儿站着，你还能活多久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告诉我，那个人是谁？开门。是。你出来。教导员，营长。蜜蜂，我问你。你不搞出点事情来，你浑身难受是不是？你要受处分的。从巴沙的反应上来看，我的思路是正确的。请上级们批准我完成任务，保证查明真相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教导员，我理解你的顾虑，但你这样想：如果鲁尔真的是下定了决心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丹城将血流成河。也许我的判断也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答案，但是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大开杀戒吧？现在不是开不开杀戒的问题，我是担心你不成功怎么办？你要是不成功的话，整个维和步兵营都会被牵连进去。现在已经受牵连了。教导员，我恳请您批准我完成任务。明天天黑之前，
保证查明真相，一定完成任务。你准备怎么干？把巴沙交给我，引蛇出洞，顺藤摸瓜。老胡啊，我同意聂方的想法。老高，事到如今万不得已，我认为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处理。而且，如果一旦情况属实，那么现在唯一能够阻止卢二，就是尽快找到绑架班达的真凶，让他去干吧。好。聂风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把他给我完完整整的带回来，不能干一点出格的事儿。是。刘殿前到，通知宋建臣跟聂风一起去。是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老宋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开始。放心，没问题。他有些昏迷，我得让他清醒清醒。那你悠着点，别出事儿。好的。安士顿是谁？安士顿究竟是谁？你们该死的中国人！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！这究竟是谁？你们该死的中国人！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！
说，我把你绑石头上扔进河里，多久才能找到你？嗯？你杀了我吧！老聂，行动成功，我马上带他去跟你会合。收到。走，老宋。老聂，这是谁啊？我已经把照片给牧羊传过去了，他是阿明卫队的队长，叫德鲁。阿明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稍后的计划是什么？他们的手里有秃鹰的照片，现在他们要去找秃鹰了。我们必须要保证计划延续。好，明白。这条鱼可不小。我已经跟营里汇报过了，营里说赶快把他带回去。欧阳女士也会出面跟鲁尔沟通的。好，上车。氰化钾，快，把他报告营长。是。营长，教导员，来了，坐。我先大概说一下基本情况。巴沙已经被移交联赛团警察部了。德鲁的情况，我也向欧阳丹尼做了汇报。就现在来看，这个阿明极有可能和恐怖分子保持着非常重要的联系，或者说，阿明就是巴沙隐瞒的那个上校。德鲁服毒自杀，要是跟阿明对峙的话，他肯定百口莫辩。没有证据，说什么都没有用，鲁尔不会相信的。目前我们只能等联赛团总部对进口药品的调查结果。报告营长，欧阳女士电话。欧阳女士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好，明白。中国维和步兵营一切听从联赛团总部的安排。怎么说，老高？形势不容乐观啊！政府军决定明天破晓，强攻难民营。什么？小将，到！通知连以上干部，半个小时后到这开会。是。鲁尔要跟联合国撕破脸了。不仅如此啊，特派团司令部决定以中国维和步兵营为总指挥部，所有相关决策人员都将听咱们调遣。老高，这个责任太大了。报告营长，联赛团、军事部门、维和警察部门，还有我国大使馆全部打来电话，想要和您。好，告诉他们10分钟之后回电话。是。现在最直接的问题是保护好难民。昨天下午，鲁尔下达第175号命令，宣布单城全面戒备，封锁道路，并且
有目击者称，他们看到很多坦克出入，并且有大量的政府军进入丹城。而且今天0时，丹城开始实施空中管制，除政府军飞机以外，所有飞机禁止飞行。为了广大民众的安全，请不要肆意外出。下面请看现场传来的报道。同志们，大家都看到了，鲁尔的政府无视与联合国的约定，明天将会强攻我们步兵营所负责守卫的难民营。下面，请营长传达上级给我们的命令。同志们，现在联合国正在通过外交，希望解决此次争端。同时，特派团司令部命令我中国维和步兵营坚守阵地，保护所属难民。全体都有命令！各连长、特战队带领所属人员构筑防御工事，保障人员备齐器材食材，今晚连夜备战。是。同志们，饭后给家里写封信吧。保证完成任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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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究还是来了。班达无辜的被伤害，罗尔因此而准备动手，是不留任何余地的动手。我知道，班达的事让他愤怒，但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嗅觉，他知道，这次的事是他血洗难民营、永久性的铲除马努特最好的机会。这里成了孤岛。我们是最后的防线，在我们的身后，是将近2万人的2座难民营。这其中可能会有罗尔所谓的叛军势力浑水摸鱼冒充难民，但绝大多数人都要因此而成为陪葬，也包括我们这是唯一守卫力量。营长知道，